如果把二战中那几辆最有名的坦克放在一起，比如美国的谢尔曼、苏联的 T-34和德国的虎豹放在一起的话，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是美国和苏联的坦克炮塔要更圆一些嘛？你看，难怪大家都会叫它蟹馒头了啊！而德国的坦克炮塔呢，却是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为什么？最简短的答案是他们一个是铸造的，一个是焊接的。可再要往里面再问一层呢，为什么美苏要用铸造炮塔，而德国要用焊接炮塔呢？答案就有点意思了是一个比另一个更好吗？不一定啊。其实不管炮塔是铸造还是焊接的，都各有优缺点，咱们分别来看看啊。先说焊接的，它拥有更好的质量控制，不需要太过复杂的生产设备，以及通常情况下能够以更轻的重量提供相同的防护。但是它大大增加了工时，以及增加了对工人技术的要求嘛。反过来呢，铸造它生产加工的速度可要更快可以制作形状更加复杂的物体了，尤其是对带有复合曲线和角度的表面而言，几乎就只能选择铸造了。所以如果你想要的是一个圆形的炮塔的话，那么就只有铸造这一种选项了。而恰恰圆形炮塔通常比扁平炮塔更能够弹飞炮弹，于是这也算作是铸造的一个优点但是它需要大型、重型、昂贵的机床以及更多的原材料。好，那么说到这儿，其实你大概已经明白德国人选择焊接的逻辑了吧？首先呢，他们本来就拥有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但是基础设施呢却比较陈旧嘛，没有那么多的大型机床，再加上他们的这些工厂呢还经常会暴露在盟军的轰炸机下面，所以就更不能填什么大机器了。在小而分散的工厂里面，靠人工焊接作业的方式呢会更加灵活高效嘛。而美国或者苏联他们本来就拥有大量的机床，而且坦克工厂还远远超出了德国轰炸机的射程，因此可以继续安心的添置大设备，扩充流水线，以更快的速度制造那些看起来没那么精致的坦克，以数量的优势来碾压对手。同时他们也的确不缺物资至少在美国这边物资短缺的问题还真的就从来没有碰到过，于是铸造炮塔当然就是上选了。在评选二战中最好的坦克时，M4谢尔曼很少被提及。很多人会说它的创新性不如 T-34， 它的装甲和火力不如豹式和虎式，它一点就着人送外号活棺材。如果硬要说它有什么优点的话，顶多就是生产方便，可以大量装备，所以它能够干掉豹式，要么是运气，要么就是以多欺少了。不是一直都有那个说法吗？5辆谢尔曼才能够干掉1辆豹式。在电影《狂怒》中，布拉德皮特就带领我们认认真真的领略了一番。What do you want, Tom? All right. Fire! Fire!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显然不是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作为我个人最喜欢的二战坦克谢尔曼的故事，今天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了。二战当中，美国陆军在坦克方面的确是相对比较落后的。1939年，在二战前夕的欧洲，美军的坦克实力只是个2级力量，数量上还没有意大利或者是波兰陆军的多，装备的也是设计蹩脚的 M2 中型坦克，完全没办法跟强大的德国坦克相抗衡于是，在法国快速沦陷后，盟军意识到他们必须要升级自己手上的装甲战车了，一刻都不能等。所以M3 被设计了出来。它算是美国设计的第一辆现代坦克，不过完全模仿的就是法国的 B1 重型坦克而已。车身上装着固定不动的，应该说是只能稍微上下移动的75毫米主炮，而可以旋转的炮塔上却只装着打不穿任何装甲的37毫米机枪。这就让 M3 在作战的时候呢非常尴尬了。如果想要用主炮来打敌人，首先需要把自己的整个车身暴露出来，其次还要旋转整辆坦克才能够瞄准目标，既危险又笨拙。其实工程师当然都知道这些，他们也想要将75毫米的主炮装进炮塔里，但这将带来许多设计和制造上的挑战。比方说，怎么才能设计出能够建造大炮塔环的设备？比方说，怎么才能够铸造出足够坚固的车身以承受大炮塔等等。这些挑战在短时间之内还很难越过，所以就只好一边先拿着 M3 顶上去，一边抓紧时间搞开发了。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M4 也就是 M3 坦克的替代型号，于1941年的2月份就开始设计了，而要到4个月之后的1941年6月，它的前一代 M3 坦克才实际进入生产，而仅仅又只过了3个月， M4 坦克的第一辆样车 T6 就已经下线了。
它跟 M3共享同样的底盘，但上部结构却彻底不同，因此终于可以装配75毫米火炮的炮塔了。又经过了差不多半年的大量修改之后，1942年2月，美国俄亥俄州的利马机车厂里面，第一辆 M4A1 重型坦克诞生了。它采用整体铸造的外壳，装着旋风战斗机的引擎，顶着既可以打穿甲弹又可以打高爆弹的75毫米火炮，满足了盟军在这一时期对自家坦克的一切想象，一上战场就受到了欢迎。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可以经常听到对 M4坦克的负面评价呢？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但下面几个事实就足以击破那些传言了。先说它到底有没有创新性啊？相信这段坦克炮上面盛啤酒的视频很多人都看过。在上下颠簸的车身上，始终让炮管保持稳定的是陀螺仪。但你知道吗？其实在 M4 的炮管上就已经装着陀螺仪了。它装着的是单轴陀螺仪，靠陀螺仪将炮塔上下移动的角度转变为两路不平衡的电流，然后不平衡的电流再控制两个电磁液压阀，于是多释放出来的液压就将少释放出来的液压给推平了，也靠着活塞把本来该被炮塔带着上下移动的炮管推平了。所以 M4 即使在运动中开炮也能够有很好的准头。你说它的创新性如何呢？对了，同一时期的德国那些虎阿豹什么的可是没有这玩意儿的哦。另外 M4 的悬挂系统也很先进，一开始它用的是跟 M3 一样的垂直螺旋弹性悬挂系统。什么是螺旋弹性悬挂呢？跟使用弹簧的悬挂不同它获取弹力用的是一种像蜗牛壳一样卷在一起的钢片。这样的结构可以允许每层钢片彼此划过，从而获得更大的压缩极限。于是垂直螺旋弹性悬挂系统就可以在更紧凑的空间里面承受更大的载荷，并且还更易于维护和更换。这又该怎么算创新性呢？还没完由于一开始的 M4 只使用了单排的负重轮，所以履带较窄，泥地、雪地、沙地等恶劣土壤条件下表现就不佳了。到了后期呢，双排负重轮的加宽履带版 M4A3E8 升级了出来，履带宽度来到了夸张的将近60厘米，悬挂也换成了水平螺旋弹性悬挂系统，能够方便的支撑起双排的负重轮，还在中间多加了一根液压的减震器，从而增加了悬挂系统的整体寿命，也该算成是创新吧。其实整个 M4 系列一直就在不断的升级，从维护不变的铸造外壳升级到焊接外壳，并且逐渐将薄弱的焊缝减到最少，从倾角57度的前部装甲升级到47度，从而给了成员更大的舱口空间和逃生机会。从75毫米的火炮升级到更加强大的76毫米火炮，于是开罐头变得更容易了。弹药舱也被升级为湿式的，每一枚炮弹都被装满了由水、防冻剂、防锈剂制成的凝胶状物质的罐子给隔开，即使在被击中后也能够在流出的凝胶的帮助下有效的抑制燃烧，所以它怎么可能是个活棺材呢？又有逃生空间又有逃生时间，这个说法明显不合理嘛。其实战后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都对谢尔曼坦克在战争中的表现做过评估。美方的结论是，一辆谢尔曼的平均作战效能比一辆豹式坦克高 3.6 倍。英国的结论也差不多，是豹式的 2.2 倍。通常认为，只要这个数字达到3倍，就属于绝对的优势了。听起来好像跟常识不符，对吧？豹式坦克怎么可能比谢尔曼差这么多呢？不可否认豹式的确非常先进，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人在其中起到的关键因素随着战争打到后期训练有素的德国坦克兵越来越少了。拿1944年9月的阿尔拉库尔战役举例，美军第4装甲师在只损失了25辆谢尔曼和7辆反坦克车的情况下，摧毁了总共285辆德国的坦克与装甲车，其中更有大约100辆都是新型的豹式坦克。所以5辆谢尔曼才能干掉1辆豹式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看起来反过来才对我估计是这样的，因为美军一个坦克排的编制就是5辆坦克，不管打的是谁，端掉一个机枪阵地还是轰掉1辆虎式，最小出动的单位也就是5辆谢尔曼，所以才有这个1辆顶5辆的说法了吧。好了，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谢尔曼的故事了，当然肯定遗漏了很多，欢迎大家来补充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M4 谢尔曼是一辆坦克，对不对？但是经过魔改之后，它也能够切换成别的角色比方说令人闻风丧胆的火箭炮。
你不要一听说火箭炮呢，就想起了苏联的卡秋莎。其实最先在部队里面装备火箭炮的是德国。NBW-41是一款将6根158毫米粗的炮管以六角形捆绑在一起的火箭炮了。甭管它的实际杀伤效果怎么样，但是其独特的尖叫声的确是给盟军制造了不少的恐怖啊。唯一的遗憾是机动性太差了嘛，而且产生的烟雾过多，很容易被报复回来嘛。于是到了盟军这边呢，他们就意识到，火箭炮这是个好东西啊，但是咱得让它要能够自己跑起来才行啊。怎么简单快速的跑起来呢？把它装在谢尔曼的头顶上不就好了吗？于是第一款谢尔曼魔改版的火箭坦克 T-34西神便诞生了。它看起来呢相当简单粗暴，就是将4排共60具火箭发射管焊死在了谢尔曼的炮塔顶上而已，其余部分呢全都维持原样。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是虽然散播了恐怖，但是却让自身变成了一个明显而且脆弱的目标了。它一来由于头顶60根管子，所以显得特别的高大；二来由于这些管子呢都是焊死上去的，所以其自身的坦克炮呢反而就用不起来了，丧失了自卫的能力啊。那有问题就改呗，于是 T-40威兹班呢就诞生了。这次它头顶上的火箭发射管被剪成了20个，但是却更整体，口径也变得更大了，而且它是可以方便拆装的。装上去时，谢尔曼可以用它的75毫米坦克炮来控制火箭发射管的俯仰，而抛弃掉时，谢尔曼又恢复成了原来的谢尔曼了，其主炮还是自己的主炮嘛，可以正常的开火的。原本这样的坦克是准备在诺曼底登陆日时使用的，以便打掉德军的海滩攻势，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赶上。后来也由于种种的原因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摆设而已，有点可惜啊。好，那关于谢尔曼魔改火箭炮的故事就完了吗？哪里最奇葩的来了！受加拿大人的启发，英国那改的才叫绝啊！他们将战斗机上面的航空火箭弹拆了下来，装到了谢尔曼炮塔的两边，并为之起名郁金香。你看是这个样子的。这种长1.4米、粗76毫米、装着27公斤弹头的 RP3 火箭弹，可谓全能选手。既可以打坦克、舰船、潜艇和建筑物，也能够对付步兵和反坦克炮。而实际上呢，郁金香的战果的确是惊人啊！1945年4月1日，在推进到荷兰时呢，他成功的端掉了德军布设在此处的一个88炮阵地，并俘虏了被吓傻了的几十名德军，其中还有一位军官。在稍微恢复理智之后呢，他抱怨说：“你们这款武器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是不允许使用的。”好吧，看起来他的理智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啊。这本书叫做《经典二战武器鉴赏指南》，内容丰富，颜值拉满，价格便宜。除了有我刚才讲的魔改版的谢尔曼呢，还有许许多多值得细品的美、苏、英、德、日的二战经典武器，推荐给你了。当今坦克谁是王者？要我说就是梅卡瓦，因为他至少是个特立独行的王者。当其他主战坦克都在把自己看似最值得保护的发动机放在最安全的屁股上时，唯有他反其道而行，偏偏就是要把发动机装在离敌人更近的地方，前面。所以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样做究竟是让它成为了一辆更好的坦克，还是一辆更差的坦克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果你去翻看一下其他资料的话，往往会看到这样一句简单的结论：梅卡瓦之所以要把发动机装在正面是为了在遭到袭击时把它作为肉盾，以此来更好的保护车身当中的成员，并为他们留出宝贵的逃生通道。因为后面没有发动机挡着嘛，所以梅卡瓦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开了一个后门，既能够让里面的成员快速的进出，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带上更多的士兵，充当一个临时运兵车的角色。看起来以色列对人的关心显然是高于了对设备的关心，这点值得点赞。但是理由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嘛。咱们再来挖挖更深一些的原因。梅卡瓦坦克的开发呢，始于1970年代，直接的诱因就是1967年和1973年发生的中东战争了。在1967年的那场战争中呢，装备着 M48和百夫长坦克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多数时候都是在脱离了步兵的陪伴下单独作战的。而效果嘛，居然是相当显著啊！于是以色列就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阿拉伯的士兵在面临强大的坦克部队时，只会选择退缩。既然这样，我干嘛还需要那么多的火炮与机械化步兵呢？与其把资源浪费在他们身上，不如组建更多的坦克连，让优势更加突出。
全坦克这个概念就出现了。他认为，只要我有一种既能够防御又能够进攻，能携带步兵进入战场，能载着伤员撤离火线，还具有指挥与控制能力的综合性能极强的坦克的话，就一切都尽在掌握了。这些都汇聚到了梅卡瓦的设计上。所以一方面以色列继续发展这辆新坦克的概念，另一方面呢，把大幅削减的机械化步兵和火炮开销用在了采购更多升了级的百夫长和 M60 坦克身上，期待下次作战能见奇效啊！结果1973年的那一仗呢，是既证明也否定了以色列的概念。由于阿拉伯的士兵已经拥有了更加先进的反坦克武器，准确讲呢，是来自于苏联的 AT3 萨格尔反坦克导弹，所以他们见了以色列的坦克部队是既没有跑，也没有让对方跑。以色列人承受了惨痛的损失，在多个战场上，不管是坦克还是装甲运兵车，都被炸得体无完肤。而且这种状况不光发生在坦克单独行动的地方，就连还保留了机械化步兵伴随的坦克部队也一样如此啊。所以以色列人呢，这次又上了一课。机械化步兵，确实是没啥鸟用。但是如果坦克弱鸡，也只有挨打的份儿。以色列人真正需要的是一辆火力强大、防护牛逼的现代化坦克。是时候轮到梅卡瓦登场了。于是火力靠先进的120毫米 L44滑膛炮来保证，那防护呢？考虑到以色列人是被带着巨能装药战斗部的高爆反坦克导弹给整惨了，所以他们想到的那肯定是针对高爆弹的有效防护嘛。高爆弹的作用机制呢，我们之前讲过，本质上就是一团融化的金属靠高温高压来贯穿装甲，对坦克内部的有生力量造成伤害的。那对付它，你只要保证有足够的装甲厚度就可以了。但是装甲厚了，成本就高了嘛，坦克就重了嘛，其他各种各样的牺牲和妥协呢，也都随之而来了。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吗？要我说，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别人没想到的方案，怎么就被他给想出来了呢？发动机，你看这么大个铁疙瘩，如果我把它装在坦克的前面，挡在敌人的高爆弹和自己人的肉身中间，不就绝对安全了吗？你别说还真是的。哪怕发动机它并不是军制装甲，更不是复合装甲，但是它够厚呀，挡住高温金属的侵袭，肯定还是没问题的。不过有人就要提醒了，难道以色列人忘了还有一样叫做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东西吗？它那根动能极高的钢针看起来是发动机绝对挡不住的呀。的确是挡不住，但这个问题呢，我想稍后再说。于是就这样，梅卡瓦的发动机就被装到了前面。很多人因此就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设计，它让梅卡瓦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可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第一，机动性。由于现代坦克的主动轮与发动机呢是放在一起的，中间只是通过变速箱和差速器来连接，无法加入任何的悬挂装置，这就使得发动机在前，主动轮也在前的梅卡瓦机动能力明显不足，在崎岖的全地形路段行驶的时候呢，甚至还有断轴的风险。跟其他主动轮在后可以装上悬挂装置的诱导轮在前的坦克相比，劣势就很明显了。而且它不光自己不太能跑，连别人背着它跑都要更费劲一些为了在车身前部塞下庞大的发动机，并为其配置还说得过去的保护装甲，梅卡瓦的车身宽度比其他两辆排名第2的坦克 M1 和豹2还宽了近半米，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世界上最宽的坦克，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它通过轨道和公路远程运输的能力。也许对小国以色列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他就从来没有想过把好东西卖出去一点吗？第二点安全性。虽然挡在前面的发动机是挡住了来自外面的爆炸，但万一要是爆炸来自里面呢？由于发动机占据了车身前部大量的空间炮塔就只能整体后移了，这就限制了炮塔后部悬空部分的长度，使得炮塔空间有限，不能够像 M1 豹2坦克那样把弹药装在炮塔后面一个完全独立的带有防喷板的隔间里面，只能将其存在车身当中以及用作后面撤离通道的两旁。尽管每一枚炮弹都装在了一个防爆的桶里面，但是中弹和着火时发生弹药爆炸的风险呢，还是比别人高很多。第三，隐蔽性。
把发热最高的发动机放在前面，等于就是在黑夜里在自己的脑门上带了一盏明亮的头灯嘛，是无法将显著的红外热源像别的坦克那样隐藏在自己的屁股后面的，在红外成像仪下面就更容易暴露了。另外，炮塔的后移呢，也导致炮管的下倾角度受到了限制，无法打埋伏，躲在小土坡后面慢慢的瞄对方了。最后啊，难道打坦克战最好的方式就是一遇到敌人便停下来，放出士兵冲上去肉搏吗？因为他的装甲太脆弱了，他的发动机太容易被打爆了，他的油箱对了啊，刚才我忘了提，他的油箱呢也一样摆在了前面，太容易燃了，所以基本上遇到交战梅卡瓦就得停下来了，好疏散乘客嘛。但是一辆在战斗中可以持续移动、可以持续保护成员的坦克，不才是一辆好的坦克吗？哎呀，这么看起来都到第4代了，梅卡瓦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环顾整个世界，谁家主战坦克不会发射一发就要他小命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呢？问题就在这里了。什么才是好坦克？是由它奔赴的战场决定的。梅卡瓦的战场来的通常不是一些能够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主战坦克，而是手持 RPG 肩扛 ATGM 的武装人员。他最好的角色呢，当然就是一个装着坦克炮的装甲运兵车啦。从这一点上讲呢，他真的很出色啊！我呢也真的很喜欢他。当年买的第一辆坦克模型就是梅卡瓦3了。你呢是怎么看梅卡瓦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